说来惭愧啊，这是我第一次正式上手静电永轴，之前也只是在体验包上面摸到过一代，这个二代的静电永轴啊，在各方面的手感提升都蛮大的。先快速过一下配件、说明书、数据线、增补键帽、拔键器、贴纸一张，然后是键盘本体。拔键器的末端有一个手里键的 logo。本期的话，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手里键财长81，目前键盘的售价是809。虽然说是阿米洛的子品牌，但并没有把大部分的设计重心花在键帽上，而是在键盘的模具设计上花了心思。两个旋钮分别控制的键盘的灯光亮度以及设备音量。左边这两个条形指示灯，一个是连接状态大小写，右边的是滚动锁定。亮度稍微低了一些，这边是一个手里键的金属名牌，表面做了阳极氧化的处理，摩擦感非常强。底部是两段式的脚撑，第一段略微有些松垮，两边有一个条纹状的装饰。要注意的是，这把键盘是没有实体的电源开关的，在2秒内连摁3次空格就是开机，长按3秒 FN 加上 Delete 就是关机。对比实体的电源开关，这种方式在效率上肯定是要差一些的。键盘是双模的，通过 FN 加上123就可以切换连接的蓝牙设备。第一次连接的时候需要在键盘上输入 FN 码，这一点要注意一下。键帽的话是一套原厂高度的 ABS 二色成型键帽，二色成型的工艺在成本上是要比双色注塑更高一些的，键帽上的图案也可以做得更加复杂。当然在耐用性方面啊，用久了肯定还是避免不了打油。这套键帽在表面做了一定的磨砂处理，理论上寿命会比一般的 ABS 键帽更长一些。在个别的橙色键位啊，字符周围会有一圈晕染，仔细看的话还是比较明显的。其他键位的工艺做的都非常不错，只能说不愧是键帽厂出的东西。轴体方面啊，我这一把是艾草灰 V2 的版本，触发压力是45克，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压力，回弹偏弱。这个静电永轴啊，其实也没有那么玄乎，就是在弹片上做了一点改进，通过 PCB 来检测两个弹片之间的距离，计算电流的变化来实现键盘的触发。其他的一些部件和传统的机械轴是没有太大区别的，不过它这个艾草灰的顺滑度做的确实不错，雪尼龙的外壳和回弹的声音都很好听，大件的水平也是一贯的优秀。尼龙的白色微型轴精度非常高，空格的位置有泡棉的填充。键盘内置的电池是5000毫安时，关灯的最长使用时间是3个月。只支持蓝牙连接，基本上就和无线的高强度竞技游戏说再见了。全金属的机箱会对蓝牙信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，像我的宿舍使用环境基本上就是不可用的。不过连接手机和笔记本使用是没有问题的，也不排除是我主板自带蓝牙太过于垃圾造成的。最后总结一下，这把键盘放到目前的75键盘市场里面，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另类的产品。首先，它不支持2.4域连接，也不支持热插拔，光这2点就可以劝退一部分的玩家。那它适合什么人群呢？就是不想折腾的小白，但是对手感又有比较高的要求，同时又想兼顾桌面的美观，就非常适合入手这一个键盘了。好了，那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